大家好，我是坤侯。今天呢，我们来详细的通过紫微斗数解析一下特朗普的命盘。因为特朗普现在作为美国的总统，他发动了一系列的这个政策，包括这个关税，那牵动了整个世界方方面面的经济发展。如果说他接下来的所有的策略都是错误的话，那他会把整个世界全部拖下水。那我们就可以从他的命盘上面去预测，那这个人接下来大体上他会怎么做，会往哪个方向去，会造成怎样的一些情况。那可能你单纯预测美国的国运啊，各个方面不能够特别精准，但是从他个人的八字上面，那可以说是能够看见其中的2、3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这个本命盘。那他的这个本命盘上面，我们直接讲他最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直接把这个盘势上面太极点转移到这个右上角极恶宫的这个位置上面。那在紫微斗数上面的极恶宫呢，它通常来说代表的一个人是否会有这种祸事灾难的一些事情，但它的原理其实和大家想的会有所不同。极恶宫特别好的人，代表着他一生的灾难就会非常非常的少，而极恶宫不好的人呢，灾难会特别多。这个里面其中的原理是极恶宫好的人代表他处理各种各样灾难或者应急事件的能力会非常非常出众，他们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极恶宫不好的人呢，当他没有遇到灾难的时候，那一切太平；当他遇到灾难、遇到问题的时候，他通常来说就无法很好的处理，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把事情越搞越糟的这种象意在里面。那这个极恶宫呢，还代表一个人的分析能力、底层的理解力。其实极恶宫好的人，上学的时候数学成绩一般来说就不会特别差的。极恶宫不好的人呢，数学成绩一般就很难，因为他缺乏这种逻辑性嘛。所以说这种极恶宫也代表一种逻辑性。而我们看这个特朗普的极恶宫呢，他的主星廉贞星是妙望的，代表他有一定的理解，对吧？但是这个化忌是大问题，代表他有出众的这种逻辑思维能力、理解力，但是全部理解歪了。他去解决事情的方式方法就和整个世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而且他会非常的笃定这一点，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也不能说他就全部都是错的，或者说就是觉得他能力非常非常差，毕竟他是一个家财万贯的，对吧？就是非常富有的一个商人，他能做到这一点，除了家族4辈的资金积累的话，他自己的能力肯定是值得称赞的。那从哪里可以看出他的能力呢？他的命宫的三方四正，比如说他的官禄宫，对吧，比较好。最关键是他的这个兄弟宫是比较好的。那兄弟宫比较好的人呢，他通常来说站得高看得远，洞察力会非常非常强。而且这个福德宫我们可以看见天机巨门这个地方画权，而且是妙望的。一个人到最后这个财富如何，成就如何，有时候我们是看福德宫的。福德宫相当的重要。福德宫其实代表一个人的人生原动力。怎么说呢？福德宫不好的人，比如说没有主星或者主星落陷的人，他就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他就很难参与到人生这场游戏当中来，缺乏斗志。那可能中间遇到很多坎坷，遇到很多问题，他就放弃了。但是福德宫比较好的人呢，就是人生充满追求，力商非常高不怕失败，不怕跌倒，跌倒了重新来就可以了。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特朗普是个极端自信的一个人，那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其实就是从他的福德宫可以看出来。福德宫我们看到有个巨门在这个地方，巨门代表什么？巨门其实就有点像现在那个 TikTok 或者说那个抖音上面的那个美颜滤镜一样的一个东西。那巨门星妙望的人呢，他看待整个世界都是鲜活多彩的，就是他是乐观向上的。而这个巨门要是落陷呢，那他看待整个世界是没有颜色的，黑白的，是悲伤的，是悲观的。所以说他巨门星在这个福德宫，就代表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自信的一个人。而且这个地方又有天机星，就动脑袋，对吧？他觉得他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他觉得他自己可以解决所有的事情。但其实不然，那极恶宫在这个地方，
他的思路、他的逻辑各方面都是扭曲的，都是有问题的。而且他又非常迷恋权力，对吧？因为福德宫化权，福德宫代表内心深处最想要的东西，那这个地方福德宫化权，就代表他想要控制所有的一切。如果说真的宪法可以修改，他肯定愿意无限期连任下去当一个独裁者，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个事情啊。所以说从他的命盘上面可以充分的看出这些东西。而我们可以看他父母宫，父母宫好坏呢，一般就代表了一个人能不能听取别人的意见。那父母宫妙望的人呢，这种人性格非常柔化，那就是非常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但是在特朗普的八字上面，我们可以看见他这个地方太郎星作为一个主星是平，平就是平平无奇，就是他不太能听别人的意见，所以说他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那这个就非常恼火了。那我们再看一下他的大限，他现在正在走的行运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况？那我们可以看见，他刚好行运走到了疾厄宫，廉贞星作为他的命宫，所以他现在就非常非常暴躁，非常非常的狂躁，对一切充满了变态扭曲的这种控制欲望，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而且这个大限的兄弟宫和父母宫都没有主星了，都是空了。那影响一个人交流能力的，通常来说就是命宫旁边的这2个宫位，大家可以去尽可能的多去验证这个事情。一个人如果说他的兄弟宫、父母宫都不好，那这种人你和他交流的时候是存在严重交流障碍的，你就觉得对方是在讲天书一样，对吧？你讲的任何东西对方都无法理解，根本就是神经病啊！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如果说这个兄弟宫和父母宫有一个宫位好，你和这个人还能够有所去沟通，但是如果说这个人的兄弟宫和父母宫都不好的话，那这个人是根本就无法沟通的。而特朗普现在走的大限刚好就处于这样的一种情况。然后我们再看他的福德宫这个大限的福德宫里面有个破军旺，破军就代表了他现在最想要的事情，他最近10年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打开新局面，就是让美国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但是他做这个事情，破军就是好的时候推陈出新，对吧？坏的时候是颠覆坍塌所有的一切。所以说我们看他的命盘，有理由相信他接下来做的所有的事情会把整个世界带向不可预知的深渊，把它全部拖下水，这是非常令人担心的一点。所以接下来大家的事业也好，发展也好，企业也好，投资也好，方方面面都充满着不可预知性，都充满着非常大的风险，这是非常恼火的一件事情。但是他这个大限唯一还算比较好的一个东西呢，就是他的财帛宫和官禄宫还算不错不至于崩塌，真的不至于一下子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搞崩塌，他还是会把该做的事情，对吧，很好的把它做好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他也有自己强大的这种自我纠错能力，就不至于会太坏。但是他的这种理念，他的思想各方面是扭曲的，那到最后肯定也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放心的东西，就是他的本命盘命宫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太阴太阳都在命宫。对于这种太阴太阳都在命宫的人，我们形容这种人其实很简单，就是善变，就是无比的善变的意思。那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紫微命盘当中的八字，可以看出这个里面比肩劫财都特别旺。那对于这种比肩劫财特别旺的人，也是翻脸不认人，翻脸比翻书还快。很简单，他推行一段时间的这个关税政策，发现这个东西进行不下去，他立马也会推翻，又会回过来。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这个就是我粗浅的对特朗普的八字的一些见解，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咱们明天再见。